大家好，眼前这是山药的种子啊，种子的来源跟木薯很像啊。这一袋种子有不同的品种，小颗的一开始说比较软 Q 好吃啊，于是随口说那我种小颗的就好。结果对方说呢，大颗的种起来会比较大条，也很好吃啊。意思就是这两种都要种就对了。在分开种子时，却发现感觉好像有大、中、小三种品种啊，很有赶鸭子上架，三种都得种的感觉。进行播种育苗前，先行挖沟，再依据种子大小分沟育苗。摆放时其实有的很难判断头尾啊，尤其是越小颗的越难判断啊，所以有些就采用横摆的方式啊，这等长出时要进行移植时就容易判断了。只是后来忙其他事哈，在一阵雨后呢，杂草生长就失控了。直到清除杂草时，才发现有的已经开始攀爬了。一切就是那么随缘的种植方式啊。清理杂草后，山药的幼苗就现踪了。挖掘幼苗要进行移植时呢，山药有的已经约有5公分，只是还非常细啊。因为播种的深度不深啊，轻轻挖掘就可以看到小山药了。对于长天期的作物，通常作物的野性会非常强，而这山药的种子跟川七长得非常像，很像的作物生长习性上呢，原则上就不会差太多了。长天期的作物特性需要特别照料的不是生长过程啊，毕竟长天期生长过程若是还需要很认真照顾家庭种植建议就别种了啦。因此采收的方式或是便利性，长天期作物的前置作业就得多花点心思啊。山药的块根由于是生长在土里啊，常见为了好挖掘或是卖相佳，会种植在塑胶管里进行塑形啊。除了避免挖掘过程断掉，整根生长起来是长条状的，卖相也比较好。若是家庭种植，只种1-2根，倒是不用这么麻烦了。由于山药的生长环境喜欢疏松的土壤，将土壤垫高，土壤也是增加土壤疏松性的办法。至于垫高土壤的来源，则是搭配一旁种植水耕空心菜。挖掘起来的土壤，挖掘过程虽然费事不过日后可以直接拿来当堆草槽使用，算是比较长时间的种植规划。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刚才到底是在做什么。由于塑胶管需要再切割，实在过于麻烦了，所以改用杂草抑制席替代塑胶管。而这根塑胶管的用途是拿来测量所需的深度与宽度只是后来根本是拿来当挖土的工具而山药别太早移植有个好处由于块根已经长出来了，种植时就容易让它直接往抑制席上方长但是抑制席上要先铺上一层薄土将山药的主根种植在抑制席外，这样可以吃到的土壤比较多，也容易施肥或是浇水另外，提供山药攀爬的部分，便宜形式只使用搭设防虫网的钢丝这钢丝可以在横向进行拉绳，方便攀爬。没有再搭设棚架的原因，则是避免棚架被台风吹倒会更麻烦而这钢丝由于不高也很细遇到风力强的时候，还可以降低风阻与提供摇摆的抗风力另外，直接让山药的藤蔓爬在上方，也有遮阳的效果，避免土壤接受到太多的日照，也算是由山药的藤蔓自行提供遮阳效果
不然这位置日照非常强啊，土壤温度会非常高。再近拍一下块根已经长出的状态，这直接要让它往异字喜上方长就很容易了。一旁的这株还长出双胞胎如果想要单根长一点，就可以摘掉一根单根生长了。若是想要两根同时留下，也无不可啦，只是要两根都长到粗大会比较辛苦。接着就让它的藤蔓爬看看啦。不过这左右两侧跟上方各再拉一条绳子，会比较好攀爬，不容易滑落。这比较不急啊，找时间再补上就好。先将甘蔗酵素泼洒在土壤上进行养土没有稀释的原因是因为作物根本还吃不到，单纯只是要先激活土壤，直接泼洒上去后再进行浇水就可以了。最后这还得进行覆土有时间的话，当然可以一次将土壤盖好覆盖的时候，将杂草抑制喜全部盖掉，这需要用到不少土由于山药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这种出火呢也是可以分批做了。不过一开始最好可以将土壤填平抑制喜的高度这样可以降低土壤的温度与保湿一直很介意土壤温度与湿度呢，是这样才方便蚯蚓进驻帮忙松土好维持土壤的疏松度最后来看一下一旁白骨与竹叶空心菜生长的状态原本是采用水耕的方式不过地下水位陷得太深了，没有铺设防水布，填满水，隔天水就不见了，也只能尽量维持高湿度种植。谢谢收看。